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德国政府突然宣布，就是在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上呢，德国已经援助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现在目前就是库存已经见底了。那即使是加班加点的生产，在未来几年也不一定能够补充好，就是德国军队现在维护国防的需要。所以在下一阶段，或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德国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了。那么为什么德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这么一个重大的变化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由于美国的霸权和这种双重标准，使欧洲、使德国受到的伤害太大，他们现在感到了疼痛。第二点呢，就是德国呢，它和这个整个的欧盟或者欧洲的这些国家，现在已经意识到要逐步的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首先要和中立国就是中间的这些国家搞好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欧洲的领导人无论是德国总理苏尔茨，还是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包括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以及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那他们都相继的访华。那这都是说明什么呢？他们要和中国搞好关系。因为这个俄乌冲突发生之后，虽然欧盟是制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但是中国的态度是希望就是和平的解决问题，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起码和欧盟和这些就是欧洲的北约国家没有发生直接的这种冲突。我们不是敌人，我们之间还是盟友或者是伙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他们想就是通过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是在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再说就是为什么美国对德国的伤害很大，对欧洲的这些国家伤害很大呢？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马上要求欧洲的这些国家要选边站。你这个只有选边站，美国才能对你不施压。那我们看，当他们选边站以后，俄罗斯的便宜的天然气、石油就不能很便捷的运送到这些国家，甚至是根本就不能运送了，包括北溪管道的被人为的破坏。那这些欧洲国家是离不开这些能源的，怎么办呢？那就要高价几倍的价格从美国买液化天然气，那这就增加了它的成本，使他们国家的这些就是对能源的需求大幅度的上升。而能源影响了交通食品工业的发展等等制造一系列的问题。而作为德国过去也是很稳定的，发展很好的，那现在呢就出现了连续的罢工，连续的这个对政府的这种不满的示威，这样给德国经济上和就是国家的整个的局势上带来了巨大的不安。这个并不是因为俄罗斯给他造成的，而是美国就是让他选边站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美国这样的做法呢，就是整个的破坏了欧洲的这个安全，使欧洲的这个物价大幅度的上升。而美国呢，实际上是从中渔利的，因为美国可以用自己的液化天然气来取代原来俄罗斯的对欧洲的供应。那这个价格呢，又是原来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几倍。而且美国还搞了一个小动作，就是通过政策的出台，使过去在欧洲的许多的企业搬迁到美国去，就是给欧洲的这些国家拆台把他们的这些企业或者投资都转向了美国，那又给这个欧洲带来了这个损害。所以通过这样的情况那么时间呢又是1年多就是俄乌冲突可能还要长期的延续下去因为美国一直在拱火浇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怎么办呢？是一直受到这样的伤害呢，还是想办法解决一下，或者是
给自己的伤口上涂点药，包扎一下吧。你总不能是让这个伤口总是流血吧？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提出了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有限的，而且他也看到在军事援助上，美国也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的。本来在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坦克上德国说是你美国挑的头，你美国说要求提供的，你先带头。美国说好，我提供我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我提供30辆。那德国说，那我就跟着吧，我用的是豹2那我提供豹2吧。结果呢，当德国就是向乌克兰提供了豹2坦克的时候，美国却说什么呢？哎呀，我的这些坦克呀，这个是我现役的装备我美国的陆军现在都装备的是埃布拉姆斯特别是 M1A2 这样的先进的型号。如果把这样坦克30辆都调到乌克兰去调到那个战场上去，那我自己就没有的用了。所以呢，我现在还不能够给他使用，还不能够提供，那可能要到明年再说了。今年是2023年，那明年俄乌冲突战场上是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但德国已经把自己的豹2坦克送出去了，而且呢，还允许了就是购买豹2坦克的这些国家，比如说波兰你也可以把就是从德国购买的豹2提供给这个乌克兰。那你看看这个德国反而成了先锋，而美国呢说一套做一套，根本就没有兑现。那作为英国是把自己的挑战者坦克送给了乌克兰，在送给乌克兰挑战者2坦克的时候呢，还把贫铀弹也一块送去了。那这样的行为就导致了俄罗斯的强烈的反弹。他就说，我们打架的时候，你不但递刀子，还往刀子上抹毒药是这个想一剑封喉，那我也不客气。于是这个俄罗斯把战术核武器部署在了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离谁近呢？离德国近呢？离波兰近呢？那你看看这个德国又成了就是首当其冲的，应该说受害者吧，因为它的危险程度加大了。因为美国在德国是有战术核武器的，那总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国土当作2个大国博弈，或者这个万一发生核冲突的时候的一个试验场吧。所以你看，当德国受到了这些伤害，或者是看到了这些情况以后，他就说我现在不能再提供了，因为他这实际上是在找了一个理由，同时呢也是表明了他未来的一个态度。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